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更换行李箱的轮子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这边有一个这种行李箱，现在都流行那种硬壳的那种航空箱。这种软皮的行李箱呢，现在市面上好像非常少见。然后这一颗行李箱也是我阿公在日本的时候买的，应该是有大概40-50年前了。然后用到现在呢，它这个软皮呢，好像品质都非常的不错，都没有破裂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。像现在的东西，有些像塑胶、橡胶，可能放2-3年没有用它哦，它也自己裂掉了，或老化了，或者是脆裂掉之类的。反正现在东西品质真的还蛮差的。那唯一现在发生的问题，就是在它这个底下的轮子，轮子坏掉也不能怪它嘛，这种是损耗性的东西，你在地上一直拖，它自然就会损坏嘛。这种软壳的行李箱比那种硬壳的航空箱呢，它还要能装东西。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大小，它下面还有一层拉链，拉开一圈之后，它可以整个容量又往上再提升一截。而且它收纳的时候，你看比那种硬壳行李箱小很多。今天会顺便给大家一些 idea， 就是像这种行李箱，不管是这种或是硬壳的航空箱，只要是行李箱的轮子，一般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？虽然这一颗行李箱的轮子可能会跟你那一颗轮子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一个概念。那我们喜欢 DIY 的，就是要自己稍微尝试一下。还是要不免俗的呼吁一下，麻烦各位朋友动动手指，帮我按个赞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行李箱的轮子。这一颗是我拆下来的行李箱轮子，它有没有整个都已经磨坏了？原本的话黑黑的应该是像这样子，它这整个都已经黑黑的磨掉了。稍微卡住的时候，再加上硬拖，就会造成这样子。所以这一次就一次一起把4个轮子都更换掉。先来说一下更换行李箱轮子的概念好了。一般来说，更换行李箱轮子有2种方法。一种是就是你只更换轮子，就像我现在只拆轮子，然后买一个新的轮子，像这样子，只更换轮子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它是整颗这样子一起换掉。就是轮子加上这个旋转的，加上底座，这样子一整颗一起换掉。这2种方式的话，我这一次是选择只更换一个轮子，然后来试试看效果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再来更换整颗。如果你要只更换轮子的话，就要量3个轮子的尺寸，然后再试着把这个轮子给卸下来。如果你要更换一整组的话，你就要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是有办法把这一整组从这个底板上面拆下来？大部分都会使用这种铆钉式的。铆钉式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工具很容易的把它打开，就要用破坏性的把这个铆钉破坏掉。比如说用钻的，或者是用手提砂轮机把这个东西磨掉，它自然就可以取下来。如果你在更换像航空箱的那一种行李箱，如果你要换一整颗的话，你要注意，它好像有分前后轮，有卖一整颗现成的，前后轮不能互换。以后我们有更换到硬壳行李箱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做详细的说明。这边先给各位一个概念就好。一般我们在拆这个轮子的时候，像这个它就是用类似铆钉式的，铆钉式我们就只能把它破坏掉。那有一些像航空箱、行李箱的轮子，那一种外面如果有个塑胶盖，你可以试着把那个塑胶盖拆下来，再看看里面的结构。那破坏掉之后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用螺丝跟螺母来替代。如果你要单纯更换这个轮子的话，购买之前我们需要先把旧的拆一颗下来，然后量它的3个尺寸。第一个尺寸就是这个轮子的直径，像我这个量起来大概是30 mm。我量原本的这个轮子大概是32 mm， 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，我们只能选择比原本这个轮子一样，或者是比较小的，因为如果大太多的话，这个轮子会卡到这个底座，它就没办法转了。第二个要量的就是这个轮子中间那个洞，我们拆了一颗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轴心，
像我这个量起来是 4.7 mm， 所以我们选轮子的话，只要选中间是5 mm 的，外面是30 mm 的。最后一个参数就是这个轮子的宽度。我这一颗轮子的宽度大概是12 mm， 原本的轮子量起来是13 mm。轮子的外直径，还有轮子中间孔的直径，以及轮子的宽度，这3个参数，就是你在选择轮子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。另外，现在大部分的轮子呢都是有培林设计的，中间就是有一个培林。像原本这种呢，它是完全就是没有培林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选择有培林的，它的耐重力跟它的顺滑度都会比这一种没有培林的好很多。这一颗轮子也是我还没有拆下来的，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状况，都露出里面那个白色的硬塑胶。如果要拆这个轮子的话，因为它这个是铆钉的，这个轴心是像铆钉一样，它不是螺丝，没办法转下来。一些人会破坏这个铆钉的头，可能用电钻去把那个头破坏掉。像它这个轮子跟边上有点缝隙，像这种锯金属的锯子，它就可以伸进去。你就可以这样慢慢锯。我们今天会使用这一台 Makita 3寸的切断机，有点像手提式砂轮机。它主要是要让你拿来切断东西用的，但是或许它配上研磨的片子可以研磨啦，但是它主要设计是切断用。它的型号是 DMC 300。我个人是觉得对初学者来说非常的友善，也非常好用。比较特别是它的开关是像这样子扳机式的。其实我喜欢这种扳机式的开关，因为它一压就开始，一放它就停。有时间我再来单独介绍这台机器，我今天先试用一下给各位看。这样子就切断了，切起来还蛮快的。我使用的是金属的切片。把轴心锯断，拔出来，就像这样子。我现在把4个轮子都拆掉了。其实你在买轮子的时候，你就要准备好这个螺丝。如果你量中间那个洞大概是5 mm， 你就可以使用 M5 的螺丝。建议使用不锈钢的螺丝。我们轮子是装在中间，最好轮子的左右两侧、内侧，然后外侧也需要加垫片。我这个轮子它的培林呢，它是凹陷下去的。所以我这个旁边如果不加足够厚的垫片，有可能轮子会卡到这个外面的铁。所以我轮子里面的这个垫片，我就选择使用这个螺母来当做垫片。我们可以使用电钻把中间的螺纹把它破坏掉，就可以把这个螺母当垫片来使用。我先用这个 4.5 的钻尾把它钻过去，钻一遍。然后我现在再换成5 mm 的钻尾，也把它再钻一遍。这个螺母呢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它就不需要旋转，它就像个垫片一样。那我这边装一次轮子给各位看一下。左边这边我们装一个垫片，里面内侧我们装一个螺母。其实我螺母是当垫片，然后再装轮子。轮子之后，我们再装一个螺母。如果另外一边垫片或者螺母不好装的话，可以使用这个镊子夹着，这样子会比较好穿过去，对准那个洞。外侧这边的垫片，我是使用这种有止滑功能的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行李箱拖一拖，然后结果这个螺母松开，然后轮子掉落。用钳子把螺母固定，然后把螺丝锁紧。装好之后测试一下这个轮子，转得很滑顺。然后我们就接着把另外那3颗轮子也装好。现在我们这4个轮子都换好了，它有2颗是这样子万向的，这2颗它是固定的。我们现在测试一下，它现在就很滑顺，有没有？培林的轮子你看就很溜，有没有？我轻轻的碰一下而已，你看它就很溜。维修这个行李箱，基本上呢就是一种怀念啦，因为这个是阿公买的，40-50年了，它布都还很好，而且家人都很喜欢用这个来装衣服。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
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